家好，今天要来完成最后的3D 流程，模拟出真实空间的氛围。完成了建筑与室内空间后，接着要进行摆设，并在场景中加入材质与灯光，模拟真实场景的样貌，来说明设计内容。这是之前完成的建筑与室内空间模型。接着要用这个模型来增加材质、室内摆设与照明。回顾一下之前完成的模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项墙面装饰还没完成，这会用来放置灯条，模拟间接照明的效果，所以我们留到这集来说明。首先，先到标记新增立面装饰标记层，并设定为预设。接着绘制矩形，先画外侧，再画凹槽，然后使用橡皮擦把凹槽多余的面删除。再来使用推拉工具，把立面装饰的灯槽推向两侧。完成后，点3下全选，转为原件。到这边模型就全部完成了，可以开始增加材质。这时我们先把图面的标记层全部关闭。接着看我们场景加工前后差异，这是加工前的样子。加工后模型其实没有改变，但因为增加了材质、灯光、家具、摆设、人物、户外场景、阳光模拟，感觉会比之前的模型更贴近真实。这个过程称作 render。中文翻译为彩线或渲染。市面上的彩线软体很多，不同的绘图软体也会有惯用的对应彩线软体。这3套是目前在使用 SketchUp 上较常看到的彩线软体。我们来比较一下 V-Ray、Lumion 及 Inkscape 3套软体的使用经验，未来各位可以自己选择学习的路径。首先在价钱上 ，V-Ray 及 Inkscape 成本较低，属年费计价。在速度上，则是 Lumion 及 Inkscape 较快。Lumion 的动画物件也是可动的，人可以模拟走路或跑步。3套软体的材质都很精细，而 Lumion 的物件除了有动作外，也会受天气影响。Lumion 的场景编辑功能最多，包含地形及风雨模拟都可做到。V-Ray 使用光线追踪运算，速度较慢，但效果更拟真。支援格式因为 Lumion 是独立软体，所以可汇入较多格式。最后，我们整理出过去使用这3套软体的经验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去选择对应软体。我们因为想做出比较生动的动画给观众，所以选择了 Lumion 来踩线。其实3套都是很棒的软体，可以试用后再选择学习路径。如果你也想使用 Lumion 来算图，这是官方网站上提供的硬体需求参考。进入大学或高中前再想需要什么配备，可以参考一下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显示卡，这是 Lumion 最需要的配备。CPU 或记忆体是在作业中的顺畅度，可以自行选择。第一步，分类材质。Lumion 的材质品质比 SketchUp 内建的细致，也带有凹凸、反射等资讯，可以创造出更拟真的效果。我们先把天花板及吊灯关闭，留下结构及地面上形体。接着选择油漆桶，并到右侧的材料选单中选择颜色。上色的原则就是未来到 Lumion 要贴附相同材质的表面，就要用同一种色彩或材质。我们进入原件编辑模式，在内外地面上分割出户外地坪及室内地坪，未来在场景中才能明显区分内外空间。再来选取户外地坪，填上另一种色彩。再来到标记关闭楼板，就可以知道哪边还没有填到色彩。当然，如果熟悉的话，也可以不用关闭标记，持续上色即可。把4根柱子选起来，填上同一种色彩或材质。填色过程也要检查，将来要上不同材质的物件，颜色一定要不同。
接着就用上述方法选取、填色、关闭，一路把目前物件都上好颜色。过程中也可以顺便编修一些重叠的面，避免将来算图时闪烁。到这里，基本形体就完成了。再来到标记，打开天花板，一样把天花板填上另一种色彩。再来打开吊灯标记，设定为预设，并把其他标记先关闭。吊灯上色要分为3部分，我们先把主体上色，再来选取旋锁，让主体与旋锁有不同色彩。最后是底部发光体，场景中加入光线后，物件本身仍然是不会发光的。所以常会看到有些作品是下方有光，但灯具是暗的奇怪现象。增加一个材质来做发光体就能解决。我们进入到灯具主体的元件编辑模式，选取底部面，使用偏移，向内偏移 0.5 公分，再使用推拉工具将内部的面往内推 0.1 公分，接着把内缩的面换成其他色彩。因为之前绘制时是转成元件后才复制的，所以一盏灯做好，其他的灯就会一起完成了，不用一盏一盏做。再来把模型从标记设为显示。现在整个形体都完成了材质分类，接着要加入自定材质，把标记预设改到立面装饰。这是我们要自定的招牌贴图，要在这个位置加上我们自己制作的图片。这时只要把图片档按住，拉进来放到 SketchUp 中，就会在画面中看到招牌图片。常见的图片档都能支援。接着在图片上按下右键，点选分解。然后到右侧材料视窗，点选滴管，再去点选图片，就能把图片变成材质。切换到编辑，就能看到材料的路径，也可以从这边更换图片，等等也会用到尺寸设定，让材质符合模型。接着选取模型上的招牌表面，使用油漆桶将刚才的材质放上去。但这时会发现图片太大，所以我们需要量测一下招牌大小，并在材质编辑中把材料的尺寸修改一下。量测好后，到右侧材料编辑输入水平尺寸为81公分。垂直尺寸因为有锁定，所以会自动调整。如果你自己准备的图片不是这个比例，可以把尺寸右侧的关联取消，就能分开输入。再一次用油漆桶把材料加到招牌上，尺寸可以，但位置需要调整。点选招牌表面，按下滑鼠右键，找到纹理、位置，按住红色图钉不放，移动到左下角再放掉，就能完成定位。这样招牌自定贴图就完成了。汇入的图片及尺寸，接下来用不到了，可以选取删除。接着要做点简单的周边环境，让外部环境看起来合理。首先从主体上方的楼层开始，先把上方未分类的形体加上色彩。接着到标记新增邻房，并设为预设。
绘制矩形，建立邻房的地面。向外拉出距离随意即可，但建议至少比主要建筑立面宽2到3倍。完成后点3下全选，转为原件。地面上也加上一种色彩，但要小心别跟之前用过的颜色重复，否则未来在路面上材质就会相同。再来绘制线段，沿着建筑主体侧边描绘，作为邻房建筑体。一样推拉至地面边界即可。转为原件后，一样加上另一种色彩。另一侧就直接把刚画好的地面及邻房建筑一起复制过去就行了。从右侧点移动，锁定到建筑本体的左侧即可。到这边，整个3D 建模流程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彩线流程，加上材质、灯光与装饰。我们使用 Lumion 作为彩线软体。Lumion 可以直接汇入 SketchUp 档案，我们这边示范使用汇出 OBJ 档案的方式进行。万一你汇入时发现模型不对劲 ，OBJ 档通常问题最小，可以试试看。首先点选档案，汇出 3D 模型，确认存档类型为 OBJ 档，点选选项，确认单位设定在公尺，切换 YZ 坐标要打勾。绘出纹理贴图也要打勾，按下确定。接着档名建议使用英文或数字，减少材质出问题的机会。确认没问题后，按下绘出。等待进度条跑完，跳出绘出结果视窗后，就完成了。按下确定离开。接下来我们转到 Lumion。要把刚才的 OBJ 档汇入。首先建立新专案，在这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预设场景，我们使用 Tropical Environment 开始。开启场景后，会看到一些植栽与草地，直接到最左侧点选导入新模型，跳出视窗去寻找刚才在 SketchUp 绘出的 OBJ 档。点2下或点选右下角开启按钮，出现汇入模型选项，可以更改名称，或直接按下右下角打勾按钮确定。汇入后要先找个地方点1下滑鼠左键，放置模型。完成后按下选择工具，就能跳出放置模式。这是 Lumion 的基本操作方式，使用键盘进行移动及升降。滑鼠的右键旋转镜头，操控很简单，稍微适应一下就行了。选取工具有移动及升降物件等功能，配合移动及旋转，就能把模型定位到想要的位置。完成后，接下来要贴附材质，点选左下方油漆桶图案，把滑鼠游标移动到要贴附材质的面上，会出现绿色范围标示。点1下。就会跳出材质库选单，点选室内，找到石头，选择一个喜欢的石材地坪材料。刚开始选材料，可以看些书籍或网上的案例，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来搭配材料。地面选好后，再点选其他位置，把室内所有地方都配上材料。刚开始选择，一定会很犹豫，如果没有案例辅助，可能会看每个材料都觉得不错，不知道怎么选择，通常会建议先选了再说，没有看到整体的效果，都不知道自己选的适不适合。选完后，如果想要编辑材料性质，点选右上角的叉关闭，会有更多参数可以调整。这里我们想模拟晶亮感的材料，可以把光泽调满，稍微提高一点反射度，就能有不错的效果。调整好，记得一定要点右下角的勾确认。这时把滑鼠游标移到加好材质的地方，会呈现黄色，点下即可继续编辑。我们先复制柱子的材料，点选墙面，选择任意材料，但不要点景观，否则无法编辑。我们选择标准材质，接着按下贴上，就能把柱子设定好的材料贴过来。
接着就按照之前的方法，把其他没有加上材质的地方都选好材质吧。附带一提，如果在编辑材质的过程中，发现有些地方会闪烁，代表模型表面重叠了，可以点选其中一个已经有材质的物件，到下方的设置，调整减少闪烁的数值，就能解决。如果不解决，闪烁在动画中会非常明显。继续把室内的其他物件换上材质。室内完成后，户外也一样。把建筑体与邻房、地面都加上材质，这样看起来就会慢慢贴近设计的样貌。地坪在之前处理时，我们把户外及室内切开，所以现在外面的材质会与内部有区隔。如果当初没有切开，现在就会全部粘在一起。在 SketchUp 中，相同材质的物件，在 Lumion 就会一起改变材质。有时候材质选择多，反而会让人有选择障碍，所以这时就需要案例来辅助，帮助你在设计过程中快速找到适合的材料。材料的细节有许多参数可以调整，像这个外墙清水膜、孔洞及分割线位置就需要微调，让材料分割看起来合理。调整好材料细节后，也记得检查是不是所有材料都赋予了新材质。所以在 SketchUp 中，我们才会使用颜色而不用材质，就是为了避免混淆。再来，我们要解决草地过长穿过楼板的状况。首先，在选择工具点选向上移动，按住模型的定位点，向上拖动，就能让建筑向上移动，做出人行道的高低差。如果还是有草长出地面，这时就要用到景观工具的描绘，只要建筑下方不是草地，就能避免这状况。点击左键就能改变地表样式，也能透过此工具绘制道路表面。跟材质一样，有许多纹理可供选择，视自己设定的基地环境去决定即可。接下来就要加入照明了，在开始放置灯光前，我们要先处理吊灯的发光体。切换到材质，点选吊灯底部，选择标准材质，把着色开到最大，点选右侧色块改成白色。接着到设置，把自发光往上调，这个数值要看选用的材质，日间与夜间场景也会不同，需要慢慢调整。完成后点选右下角确定。再来到放置工具选择物体，灯光，我们先从条状灯开始，这要设置在这集最开始的立面造型上，用来制作间接照明效果。点选灯光后，移动到灯槽上方，点一下就能放置。再换到选择工具，接着透过旋转工具，让灯条与沟槽平行。旋转让灯条向上照射，把灯条移动到沟槽中，并尽量置中。在移动过程中，按住 Shift 键可以等高移动。接着在右侧的编辑视窗中，修改灯条程度与宽度，让光线布满墙面。亮度也可以稍微降低。再来切换到拍照模式，这边已经有我们之前建立的场景，设定在写实风格，点一下画面，就能模拟目前的场景，观察我们的室内亮度是否合宜。再来点击编辑模式回到画面，接着要把投射灯光加在吊灯下方。这边我们灯具是细长型的，所以选择较细长的光源比较吻合。选好后，在吊灯下方点一下，就能放置。
把所有吊灯下都放置相同的光源。放完灯光，切换回拍照模式，再次检验室内亮度是否满意。目前场景有点太亮，导致材质细节变得不清楚。回到编辑模式，向后移动视角，让所有灯光都能被看到。接着按住 Ctrl 键不放，按住滑鼠框选所有灯光，到编辑窗调整灯光亮度，然后再回到拍照模式确认亮度。确认各角度灯光都刚好，室内打光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要进到最后的装饰摆设阶段了。回到编辑模式，开始做场景摆设，点选放置工具，选择适合场景的物件，加入室内外空间。为了能清楚说明空间尺度，记得一定要放置人，才能知道空间在使用上是否适当。放置完成后，就可以到拍照模式去模拟室内外场景的效果。如果觉得有问题，可以随时再增减物件，按下绿色按钮就能运算正式图片。再来，我们同场加印。当你的模型放进来Lumion后，发现有地方要修改，要怎么办呢？我们来修改一下窗户，改成开启的状态，增加室内外空间的互动性。选取窗扇，从角落旋转90度。再来复制一扇窗到刚打开的窗扇旁边，从角落旋转5度，模拟窗扇重叠的样子。再来把原本的另外3扇窗删除，复制新的2扇窗到右侧。点滑鼠右键，选择翻转方向，红轴方向，就能把窗扇映射。再来移动对齐到窗框。再来重复一次绘出步骤，覆盖原本的 OBJ 档。到档案，绘出 3D 模型，直接覆盖之前的 OBJ 档。确认选项跟之前设定的相同，就可以绘出了。跳出覆盖警告视窗时，点选是，就能取代原本档案。完成后，按下确定，接着回到Lumion视窗，在选取工具下，点选模型后，右上角就会出现模型编辑视窗，点选重新载入模型，就完成了。材质也都跟之前设定一样，窗户也变成开启状态了。最后来看看整个绘图流程学完后制作出来的成果吧。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